天，今天是2025年9月16号。那我们的今天的主讲谢爸已经来到了线上。那这时间点，我们直接来交给谢爸，由谢爸来为我们开讲。谢爸，麻烦你喽。因为北市这里有考虑这边。好，听得到吗？有。好，谢谢杨格之营的邀约，今天晚上第一次登上贝学院这一个投手丘。好，那我今天的主题大家应该有看到哦，其实要聊的是永续发展这4个字啦。那我们现在聊到永续发展就是 SDGs 嘛，就 SDGs。那我觉得既然是童军的平台，当然是要跟丛林奇谈有绝对的关系，它才会有趣吧。好，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丛林奇谈与永续发展。好，请问一下，我看一下有没有不是童军伙伴的，请举个手吧。我们的右下方有一位。好，所以大部分好，谢谢陈老师。好，所以有一位，其他应该都知道，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哦。等一下，我的画面在哪里？好，来，我叫我的名字很奇怪，但是叫谢爸，应该全台湾有1000多所学校会认识我。好，如果你到校园去的话，那我现在本身是狮子童军团的服务员，也是新北文山国中的童军老师。好，所以在这边做一个自我介绍。然后关于丛林奇谈这件事情啊，我记得啦，就我小时候开始看到的都是这2本书，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是？应该是啦齁。然后今天的 PPT 是这样子，只要我有引用的，原则上我都会放一个 QR code 在旁边，那方便大家去做后续的资料追踪，因为我的东西其实大部分都会是连贯式的，有起承转合。那有这个 reference 的话，你们如果有一天有兴趣想要执行的话，也会比较容易。那丛林奇谈这一本书1894年问世，那主要是吉普林著作的。那吉普林很有趣，他大概那个6岁之前是住在印度，然后听说6岁到后面的10年就是到英国去，然后在英国跟印度之间来来回回。等他长大了之后，他成为一个记者的时候，他就到了缅甸，然后又到了中国，然后到了日本，然后穿越了太平洋来到了美国，最后到了伦敦，几乎是环游世界。所以我觉得他能够有这一本著作，这个世界观应该对他也有很大的影响，因为贝登堡爷爷他会想要用这个丛林奇谈，听说也是因为里面其实有很多跟道德有关的，就伦理道德这一块的，是很强烈的。然后他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幼童军教育的书籍，所以才把这个丛林奇谈变成是我们童军的一个从幼龄开始的一个教本。好，然后我想问一下哦，丛林奇谈我自己在看啦，它里面教我们如何适应环境、团队合作、尊重万物这些东西，刚好跟我们今天聊的永续有很明显的关系。好，那其中的尊重万物这件事情，想请问一下大家，尊重万物，你们觉得地球上有几种生物？可以回答。小橘子有举手，你们可以开麦克风回答，或者是在那个讯息中留言。你们觉得目前地球上有几种生物？既然我们要尊重万物的话，好，我提示一下这是我2013年之前的工作在中央研究院，我在生物多样性中心做贝类研究的。我们当时这一个资料库应该在2018年停止运作的时候，光软体动物就有3900多种，台湾的部分3900多种。你平常会看到的蝸牛，然后你会在市场看到的章鱼啊、鱿鱼啊这些，就有3900多种。
那你觉得全世界有多少种生物？好，没有，来看一下哦。2022年开始，从到2022年止啦，我们目前已经发表的物种，全世界科学家发表的物种大约有216万种，216万种。那根据当时的一个统计，这些物种其实不到1/4。所以2024年的时候，那个有权威的文献发表，目前预估台湾大概有，全世界大概有870万种的物种，870万种的生物。那既然我们说要尊重万物，你觉得870万种的生物应该怎么去尊重呢？而且这个是种类哦，我们还没提数量。那你看底下90%的海洋物种还没被命名，为什么？因为连发现都还没被发现，就算发现也是极少数而已。所以我们回头来看，要尊重万物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在做的事情连认识都来不及，所以后来就是联合国这边就在每年的5月22号订定了一个生物多样性国际日，在每年的5月22号。今天让大家多认识一个世界的节日，有没有看到旁边有一个 QR code？ 你们扫一下，从网页里面找一下，我出一题从网页里面找一下，目前全世界大概有多少种的生物濒临灭绝？你扫那一个 QR code， 然后看一下网页的内容。如果是英文的，你可以直接用，现在 Google 都可以翻译了嘛。如果你对英文不是很熟稔的话，可以用翻译的方式就可以看到中文，或者是如果你会读简体中文的话，其实上面语言调整一下也可以。有没有人找到目前地球上有多少种的生物正濒临灭绝的状态？100万。100万哦，好。其实大部分都是因为人的行为造成的哦。100多万种，你能想象吗？很难，对不对？连100万只蚂蚁你都很难想象了。那有100多万的物种，因为我们对环境的过度使用、过度消耗，他们就活不下去了。这其实我自己是读生物本科的，我一直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罪过了。但是其实地球上的人如果大部分都不这么想的话，其实我这样一个人在想也是没有用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 FAO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一个文章的一个数据，大概是在2022年的时候。那这个是由由香港的一个 NGO 转译的。你可以看到这一张图，有没有一棵很茂盛的树？在这一棵长得很好、很茂盛的树底下，其实它蕴含了相当多的生物，你可以看到它还分了层次，不同的层次因为有不同的壤土、不同的水分、不同的温度、不同的地质环境，所以会衍生了会居住了不同的生物。比方说下面原生生物、线虫、节肢动物、蚯蚓，大型的节肢动物这些。好，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食物链。如果之前你们有上过生物课，应该都有听过食物链、食物网。假设啦，刚刚我们那一个画面，一棵健康的树上面站了一只鸟，它是在这边生存的。你看到那个左下角有没有一个土壤的生物金字塔？如果今天有一只脊椎动物，那这里的案例是用一只鸟，那通常这一片壤土里面大概会有100只的蚯蚓，然后大概会有500只的蜘蛛，还有其他的昆虫。到目前为止是你肉眼看得到的，接下来就是开始要进入你肉眼看不到，可能要利用放大镜甚至显微镜才看得到的。长尾虫跟螨虫大概有10万只，线虫大概有500万只，原生动物跟真菌大概有100亿只，细菌大概有10兆只。
只有一只脊椎动物底下就需要有这么大的一个食物网来支撑它，这一个微环境才算是健康的，你想想看，那如果这一棵树上面有，比方说像我最近儿子刚上新的国中，那我现在早上原则上我觉得前1-2个礼拜吧，大概就陪着他走路去。我们家这边中和有一个很有名的臭水沟叫瓦窑沟，它养活了整个中和地区的人。然后我最近我应该是前天吧，前天数了一棵树上的八哥，27只。好，你想想看哦，如果有27只八哥是常常在这边行动活动的，那它底下的这个食物链这个食物网，这个微环境到底有多少的生物？好，刚刚有说过啊，如果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是健康的，那我们到了下面这一张很可爱的图，One Health on the Earth， 就是一个地球一个健康，一个地球一个健康，什么意思呢？我们的万物假设是有生命的，我们的人、我们的动物、我们的环境，中间这3个圈圈。你觉得没有健康的动物，我们人的生活会健康吗？你觉得没有健康的环境，我们的动物跟人会独自的健康吗？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一样，回到联合国有一个 One Health 的目标，旁边有2个 QR code， 左下角那一个是我选了一则网志。大概是对这一个概念有一个比较详细描述，然后是那个正体中文版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个概念其实在30年前就出现在地球上，可是因为 COVID-19 的疫情之后，它才开始重新被受到重视。也就是说，到底什么样叫做环境的健康？土壤的健康是吗？或是只是我们把树种得满满的就是？或者是只是我们把水质顾好不要去污染水源就是那你呼吸的空气怎么办呢？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层层相连的。好，所以我们来到了第一个重点今天永续发展目标这一张图应该大家都看过，总共有17个框框嘛。那我问一下，我们刚刚聊的这一些，大家觉得它应该是属于哪几项议题里面会讨论的？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是很多人牵着手终结贫穷，第2个是一碗热热的不知道是饭或是汤消除饥饿，第3个是心电图健康与扶持优质教育性别平等净水与卫生可负担的洁净能源，第8项是合适的工作与经济成长，第9项开始咯，我们要朝工业化，然后创新的基础建设。好，我们跨离了国界，所以不平等这件事情会慢慢的发生。11项永续城市，12项责任消费，13气候行动，14海洋保育，15陆域保育，16健全和平正义而健全的制度，17握手的多元伙伴关系。各位觉得刚刚聊了这些尊重万物、丛林奇谈，我们的毛克利，我们的协汉，我们的阿 K 拉我们的棕熊伯鲁这些东西，然后包含那一棵树，比较趋近于哪几项？可以直接回答，也可以留言。有吗？有吗？看起来应该是在13、14、15这一个部分了，其他的好像都是人类社会里面的除了那个净水卫生之外，跟水还有关系。好，来看一下，如果目前大家还有人对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还不是很熟悉的，我用了这一个方法。这个是联合国自己在2016年的时候公布的，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记的方法。假设啦，地球是一个大圆圈的话，
最外面这一圈13、14、15，还有我们的水啊，等于是我们大环境的这个就是能够承载我们这些万物生长的环境啊，所以它是一个最外圈的部分。然后再来属于人的这一部分，大概都是这个永续发展目标前面的几项1、7 1、2、3、4、5、7，刚刚的水跑到那个自然这一块了。那还有一个11是永续城市，永续城乡这一部分大概是在人跟人之间、个人或是家庭之间的一个生活形态。那这些主题大概也都是在个人或家庭的。那你在个人家庭完整之后，被我们的这个土壤滋养健全了之后，你会期待朝着更好的自己去发展的时候，你就会离开你的家门，开始朝向社会去做发展。这一块我们就说是第3层比较核心的部分，叫繁荣。繁荣就包含刚刚讲的这个经济就业，然后我们的基础工程建设，然后开始国与国的竞争可能会有一些不平等的状况发生，还有第12是可持续的消费，有点像我们现在所谓的永续消费，比方说减少塑料袋这一些的概念，这个是在繁荣的阶段会发生的。到最后如果形而上的把这些基础的生活都处理好了之后，你可能就会有和平正义，全世界的，甚至要有伙伴关系，你就会达到人类社会的一个巅峰。它其实是这样子在做一个规划的。好，刚刚聊到了土地，我们要有好的土地，我们要有丛林奇谭，我们的童军会更好，然后我们的生活会更好，我们的生命也会更好。好，那你觉得你有办法像农民一样好好的照顾一块土地，然后产生上面的农作物吗？我们来看下一章这个是一个所谓的农业技能你要把这些基本上传统农业、现在农业然后还有什么农产品加工，然后销售、储存，然后还要包含饮食文化等等等等，这是一个农业要做好的技能版。你觉得很容易吗？我觉得超难的。好，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你就没有办法透过照顾土地来让环境变好吗？其实有我们的永续发展目标这件事情，大概其实在台湾，应该说全世界的已开发国家，大概20年前、30年前就已经开始在讲这件事情，所谓的有机农业。有机农业其实是希望就是在照顾环境的前提之下，能够发展精致的农业，然后来照顾人、照顾万物。你会看到像这些有一些台湾有机农产品标章 MOA，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属于比较民间单位或者是个人的，然后还有这种学术机构，朝阳科大，这些都是所谓的有机认证。那右手边这边是大概3年前我们渔业署开始推的我们都知道海洋渔业、海洋资源的浩劫，就是过渔这件事情让我们的鱼越来越少所以我们渔业署也在这边开始推所谓的永续海鲜标章。其实现在你只要能够在你采购商品、采购食品、采购食材的同时，稍微留心关注一下这一些所谓的优质的一个粮食或者是食材的认证，你就可以透过照顾这些农牧业的产品的农民或者是渔民或者是牧民的行为，一起去关注地球。也就是说，你买了这些东西，其实对环境会是好的相对的会是比较好的那我本身是在海洋资源这一块比较专业因为在中研院的工作关系。那以这3个海洋之星标章来讲，它其实后面的设计已经是一个所谓的台湾永续海鲜运动的一个推动。它从制度从生产面，甚至从市场，然后它也做了很多环境教育的一些章节，
把它整个串联起来，等于有点像是一个全人的教育，教你东西是怎么来的然后怎么生产的，然后我们应该在什么样的制度底下去使用它。那在市场上你应该怎么样的去关注比方说不要过于，或者是在有限度的状况下去截取它。然后这些东西必须要从教育开始就让他认识，就让他做起。所以其实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链。然后我在看到这一张图的时候，其实我算是在2014开始很密集的接触童军的一些本质还有政策。我发现这个东西跟下面这个图很像，启发、学习与决策、行动、分享。当然现在很多像学校的108课纲也都有类似模拟的一个这个就是循环图。有没有哪位伙伴知道这一个图是我截录自哪一个地方？如果不知道的话，你可以扫一下右边那一个 QR code， 可以告诉我吗？我们这一个学习的方式其实是来自于童军哦。有看到吗？美好世界架构，和平使者。美好世界架构，美好世界架构就我们的 NOP 嘛，对不对？和平使者，美好世界架构。那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个是一样的？其实就大道至简。你会发现，原来我们现在在聊，2015年开始在聊了所谓的永续 SDGs。其实童军不知道从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在做这件事情了，只是没有被变成一个这么漂亮的一个图像式的学习，然后让你理解。就我们其实日常生活，童军的日常生活很早就开始在做这件事情。好，那再回到这边。刚刚我们聊了这一块，从我们一开始的尊重万物，然后了解我们的生态环境是14、15。那刚刚你觉得我们如果采购的时候选有机食材这些，你觉得会是比较接近哪一项？从1到17。3，会让我们得到健康。还有没有？我们在买东西，我们在我们在采购的时候，想到的不是只有我们的温饱，想到的不是只有物美价廉，想到的不是只有东西的新鲜，你还能想到它的产地、它的来源，然后它被取得的方式是不是对环境没有伤害的？你觉得哪一个选项其实更接近这一个？8和12。8和12，对，跟经济有关，跟工作有关，跟我们的那个消费跟生产有没有尽到我们做人类的责任做人类也有责任。好，我们再来看看。好，刚刚提到的是一块土地，然后提到的是有没有机会务农，有没有机会养殖畜牧业，然后给自己一个好的环境。如果没有的话，那我可以用买东西就来变好。好，这个地方是在中和的一个中和最大的公园，有没有人知道这是哪里？有没有曾经去过的？这一栋很大的建筑物是国立台湾图书馆，有没有人到过这个地方？有，是哪里？知道吗？知道。好，这是我们中和4号公园这边又有叫823纪念公园这边是国立台湾图书馆。好，这一块土地包含了其实我们在都会区甚至是城镇市郊公园这个地方，相信是大家日常生活应该多多少少会使用到的尤其在休憩功能的状况下。好，来看一下我应该说很荣幸有这个机会。我在2021年的时候参与了一个计划是那个行政院农委会林业试验所然后跟国立台湾图书馆还有中和区公所，他们共同签订的全台湾第一个韧性都市林的推广韧性都市林的推广
刚好看到这个永续城乡，我们现在在推韧性城市，在推海绵城市，在推一个公园，有没有机会为我们的未来可能假设会发生水灾，你有没有机会收纳这些水？然后我们的空气污染有没有机会帮我们过滤？然后我们有很多的都会噪音，有没有机会帮我们降噪？这些我们期待公园来做的。在这一个地方，他们做了全台湾的第一个实验，做了很多，上面都有 QR code。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就让你们看到这些 QR code。就是我们在那边做了一个4年的实验，跟着周遭的居民，然后我们也在后来也出了一本书。这本书透过这个 QR code， 你可以用买的，等于是捐款，你也可以直接下载 PDF 版。我们的官版的这个出版品其实都有很详细的这个资料，可以让你免费的使用。然后我们也开始开设所谓的导览课程，然后我们也把这个活动推到校园去。目前秀朗国小、永和国小邻近的学校都有所谓他们的3年级、4年级的认识乡土课程，或者是一些校本的课程，开始跟我们做接触。那这个是他们5、6年级在推的一个小主播的活动，好像是跟国语日报合作，就固定会有一个小主播的比赛活动。那小朋友就把小朋友就把他们的这个主题定在我们的韧性都市林的部分，然后来跟我们做采访，然后来去做一个转播，然后去做一个很短的新闻报道，然后去参赛。好，然后刚刚有提到我们其实这个是最近这1、2年开始发生的。林试所那一边已经跟一些大学跟一些医学中心合作，把所谓的建构树木医疗体系这件事情落实。看起来很奇怪，对不对？其实这个在讲的就是森林疗愈，森林疗愈，包括我们最近这1、2个礼拜的新闻，就是高龄的妇女，尤其是妇女她的肌少症跟这个骨质疏松，是不是能够透过经常性的公园运动去预防、去避免，或者是去减少她在健保上的支出？最近这1、2年开始都有一些资料，都有一些实验在进行。这个就跟我们刚刚 SDGs 的第3项有很明确的关联。好，韧性都市林最当初我接触的时候，它其实上面只有4片叶子，我记得是气候行动，是陆域生态，是永续城乡，是优质教育。可是随着这4年接触的人越来越广泛，影响力越来越大，他开始陆续的把其他多元伙伴，然后像刚刚那一个是跟那个医院合作的良好健康福祉，包含里面一些性平的一些议题，然后创新跟基础建设，公园现在是都会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衡舒缓的一个那个休闲设施，这些东西都慢慢的抓进来，慢慢的抓进来，随着我们的议题越做越广，接触的人越来越多，那一样我绝对不会放弃这个机会。所以2022年的时候，我们刚好就透过这个全国童军服务日，2022年全国童军服务日那一年的主题刚好是周会 Go Green 嘛，那地球永续不缺席。所以我就主动的跟这个计划主办单位去邀约，是不是能够让童军来做一个1日活动？那里面就包含了SDG 4、11、13、15跟17的一些活动设计。怎么设计呢？我们绝对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就切进去的，所以我们一开始是去跟公园的志工们讨论，到底应该怎么样才能真正帮到他们的忙，而不是他们平常在做的事我们也去做，其实这样就没有帮到什么忙。后来他们就是说因为他们都很认真的照顾小幼苗，然后浇水除草，都是一些劳务性的工作。其实在这个过程，因为是一个研究案，林试所那一边都希望我们能够多多跟附近的居民谈心，能够聊聊，就是
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到底对公园周遭的居民有没有什么好与坏？但是其实大家要聊天这件事情，一是要用脑，二是要用时间。大家宁可选择还是回到劳动的工作。那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我们那一次就决定，是不是透过这个一日服务行动，除了让大家更多人知道对自然的好，我们呢还帮他设计了问卷，就是去弥补就是志工不足的地方。比方说像到底知不知道这个公园在做些什么，然后这个公园的这个计划是哪些单位在合作的，然后里面的实验样区有植物、有鸟类观察、有土壤的改良，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土壤的改良，还有一个是灌丛区的生物多样性，复成林。再来就是我们做的这些事情是不是有打扰到你们，或者是其实你们觉得是好的，可不可以给我们回馈？我们利用当天从那个适龄的5到8岁，然后到幼童到童军，都设计不同程度的这个问卷，让他们去针对同龄的受众，去帮他们问这些，去完成这个问卷。好，我们现在来看一段影片，是当时的一个剪辑。停止。我们当时是一个联团活动，有3到4个童军团一起来执行。然后当天应该是小朋友加服务员将近100位，然后另外有林试所的工作人员在旁边协助我们。那你会看到这些举牌有一半是我们在执行前就设计，另外有一半是他们在现场听完了他们今天想要做的任务之后，就当场开始自己设计、自己挥毫。然后当时我们把活动的范围依照它的脚程分成内圈、中圈跟外圈，当然就是分别针对适龄、幼童、童军还有罗浮去做设计。那小朋友当然就是让服务员跟着，以让服务员能够在后面协助他们，如果遇到一些比较棘手的状况，他们能够马上处理。那另外像童军或罗浮，就是让他们到比较外围，比方说直接到店家 7-Eleven 或者是咖啡厅里面去做一些问卷采访。然后你会看到刚刚有一个一个的小圈圈，其实就是他每完成一个问卷或是完成一个人，他就可以拿一个小圈圈去贴满他的手牌的背面的那一棵树，给他一点成就感，给他越来越有，就是越来越积极的一个正向的想法。这个是在4号公园旁边的派出所。其实当时是警察在服勤的时间，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很担心他们就这样冲进去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是后来听说警察们也很帮忙，也帮他们做了一些问卷。我们那天在做的事情，其实从头到尾都有设计引导，
希望小朋友能够自己讲出来，他到底在想些什么，他到底在做些什么，他是不是能够有完。好，那这个是计划主持人，特地邀请他过来对大家做一个说明，我就先不做旁白。谢爸，其实我们没有听到声音。哦，是吗？对啊，没有声音。好，那我把它切掉好了。好，那回到我们的 PPT， 好，刚刚大概是一个5分钟的集锦，那内容大概也有做简单的说明。那如果想要知道一些 detail 如何执行，然后后面怎么跟 NOP， 怎么跟其他的这个童军的一些相关的连结，的一些政策的连结，可以扫现在左下角这个 QR code， 可以扫左下角这个 QR code， 然后这一件事情的背后，其实我们也跟地球部落做了连结，也跟地球部落做了连结。那其实这个后面也有一段地球部落的影片，不过如果没有声音，我就先跳过。地球部落就3个主题，第一个就是减塑的这一个行动，那再来就是保护环境的这个行动，还有一个是太阳能的行动。这些行动过去跟现在还有未来，我们都会陆陆续续在至少是我自己未来要设计的活动里面让它慢慢的出现，然后重点就是希望让童军的这些活动能够让更多人知道，能够影响更多的人，然后能够让更多人一起来参与。那9月20号这个礼拜六，我们也在台北的国父纪念馆有一个摊位，台北市童军会是跟那个整个我等一下会有一个那个地图，里面大概就是一个6x6帐篷的摊位，讲童军的旅行，讲童军的绳结，讲童军的工程，讲童军的包扎，如何跟国家防灾日的这个消防这些急救有什么样的关系，然后在现场设站，让大家做闯关的动作。好，这个是9月20号那一天在那个国父纪念馆的一个配置我会在 F 这个区域，F 这个区域，时间是在下午1点半到4点半，有机会的话也邀请各位到现场来，我们一起来闯关，一起来发挥童军的影响力。好，希望让 SDGs 这件事情，今天我只是从生态保育这一块去切入，然后大概有帶到我们的永续消费这件事情，其实还有剩下的15项都是值得大家透过童军的精神去努力的。好，我今天的短讲到这边。好，谢谢。好，非常谢谢谢爸。那我们今天谢爸他的时间就是非常的宝贵哈。那我们就合影，就待会再来合影好了。那各位，我们就10分钟的时间，谢爸只有10分钟给大家，因为他待会有一场会哦哈。那这时间点，各位有没有什么想要交流、想要提问的部分呢？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好，那谢爸，你投影片有要先关掉吗？什么东西？投影片，我们直接先把它关掉。因此共用。好，这样吗？好哦，那好，没关系。那各位大家就是先稍等一下，我们直接先来合影好吗？来，各位有方便的话，就是镜头就先来打开你们的镜头。
好，那还有伙伴要开镜头的吗？OK 吗？可以的吗？好，我们来看一下哦。好 ，OK 了，准备要拍喽。我准备好我的相机了。好，来，我们现在来准备要3、2、1。好，我确认一下有没有成功。有 ，OK。谢谢观赏贝学院讲座，喜欢请按赞、订阅、分享，请给我们鼓励及支持。